解放军不再低调，台海周边军机军舰频繁出没，却不见国防部详细公布型号。歼16、054A 护卫舰是否已经部署实战战术？本集带你破解中共海空战法，揭秘台湾 ADIZ 最新态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下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邀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我们抖内啦！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公布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不像以前有显示共军的基舰型号？这个大概其实是已经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公布解放军的在台海周边动态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改变。过去他可能把每一批有什么型的飞机，有几架，把它公布出来，而且呢，那时候你会看到整个图上密密麻麻有多条这个线进到台湾的这个周边空域甚至于可能还到台湾的这个东南边都有。但是后来从去年初开始，他们改变了一个新的这个做法，采用一个叫框列法。什么叫框列法呢？台湾在这边如果大陆的这个军机在这个海峡中线附近的活动，它就框列这一块说这边有几架飞机、几架次，然后呢也不跟你说这里面有哪几种战机，然后呢再加个可能说中间有几架飞机逾越中线。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放那个空标气球，因为每年其实会有一些固定的时间呢，中国大陆方面为了要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气象预报，他们会释放这种所谓的空标气球，因为这些空标气球要把一些风向、风速的这个资讯回传回去，作为这个气象预报之用。那这个时候，空标气球有时候就会飞到台湾的这个境内，然后有时候飞到这个台湾境内，高度够以后它就爆了，然后就掉下来，掉到地上，或是掉到海里，这种都有。那这个时候，他们也把这个部分加了进去。那另外，比如海上的话，他也会说中共舰艇几艘次在台海周边进行活动，如何。的确也没有像过去一样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基舰型号把它讲得非常清楚，和日本的防卫省完全不同。那日本的防卫省它基本上呢会把进到日本防空识别区中国大陆的这个飞机或是军舰所有的动态，会借由统合幕僚监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到底有些什么飞机、什么军舰，然后它走的这个路线，然后大概历时多久等等，都会透过统合幕僚监部每天的这样一个新闻通报大家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基舰日本防空识别区之内活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国防部它这么大幅度的这个调整公布的方式呢，它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国人过度的这样的恐慌，但是呢国防部会对于台湾周边的大陆的这个共机共建活动的情况都有充分掌握请国人放心。那当然，到底是哪些共机共建每天出现在台海周边？其实以目前台湾周边来讲，我们常跟大家说，现在它大概在4到5个点上会派出它的这个舰艇，包含可能是054A 或是052，在那边进行所谓的类似像站卫兵的方式，也就是定点放哨在海上会有4到5个点。然后呢，空中他们其实会有军机依照当日的这个天气状况，或是其实也根据他们自己的飞行计划，会在台海当面呢，包含这样台湾海峡中线附近巡弋，其实就在海峡中线以东，会接近到我们的这个近邻空域，也就是24海里左右。那这个时候，其实大陆的这个基舰在周边活动，现在来讲，其实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频繁，大概平均起来，每天大概都会有10余架的这个共机进到台湾周边进行活动，每天大概可能会有数架，然后呢会逾越所谓的海峡中线，进到海峡中线以东接近我方的防区。其实以大陆的这个基建这样一个活动，对于我方的这个空军跟海军来说，都是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压力跟挑战。为什么？因为以海峡上空来说，我们讲到24海里，如果以这个实际的长度或者是实际的这个距离来算的话，大概其实差不多，你以24乘上1.8，其实大概差不多是45公里不到。那45公里对于这种喷射战机来讲，它要能够转瞬之间飞越这45公里，其实可以说是速度非常快的。所以为了预防大陆的军机进到我方的近邻空域，或甚至于更进一步的进到我方的领空，所以其实目前只要大陆军机进到台湾海峡活动，我方的战机相应的基地就会派遣战机紧急起飞，然后在空中进行一个空中的这个监视，以防止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军机飞过来。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像如果说30年前我在空军服役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飞行员啊，在空中，如果今天我在哪个位置报告说目视米格机回来落地之后呢，我可能马上要空军作战司令部报告我在空中目视米格机的精准位置。为什么呢？作战司令部要能够借由我的报告来找寻我们可能的雷达死角，因为未来可能在对方作战的时候呢，就可能运用到这些死角，然后飞进来。但是像现在如果还在线上的这些飞行员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大概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几乎你每一批或是在空中海峡当面进行巡夜的时候，都很容易看到大陆的这个军机然后跟大陆的军机比肩而飞，互相看着彼此，避免大陆的军机突然将航线这个转向台湾的本岛。那其实呢，这也就是我方现在对于大陆在海峡上空的这个或是海上的军事活动，要进行一个全程盯梢。为什么呢？避免对方忽然由训转战，也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在海峡上空的飞机数量批次很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今天要突然很有默契的数批军机一口气同时向台湾方面这个靠近的话，那其实对我方的这个空防压力来讲，一下会变得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空中随时派战机在空中警戒。那海上舰艇更不用说。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在周边几个点大陆的这个军舰进行放哨的这个类似像站哨式的这个方式呢对我方进行这个长时间的监控之外，他们其实现在包含也会运用到类似像052D 的这个驱逐舰，在台海周边这个定期的巡弋，而且在台海周边定期巡弋的时候呢，以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派海军的这个舰艇甚至于海军的话，主战舰艇有成功级、康定级或是济阳级巡防舰。由于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灰色冲突地带，也就是双方并没有实际的升高冲突的这样一个态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有时候我们面对大陆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艇在周边活动的时候，反而是派遣海巡的舰艇加以监控。为什么？如果说对方军舰要侵入我方的这个24海里的话，对于海巡舰艇来讲，就有上去要挡住它的这样一个义务跟任务了。因为海巡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比较像司法警察。那面对那个对岸，它如果是用跨境，然后甚至于进逼到我方的24海里的近邻水域的话，有时候你用到这样的警察这样一个类似像执法的方式，哔哔回去这个时候呢，对方如果并没有要提高冲突的这样一个态势，他呢也会看到我方派遣舰艇过来呢，也会不要让事态增高。因为如果说他也要增高事态的话，我相信一定可能会是在对方中央军委做出一致决议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所谓的灰色冲突地带进到真正的热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同样的，空中的遭遇目前也是如此。其实大陆的这个军机进到我方西南空域，甚至越过巴士海峡到台湾的东南空域的时候呢，很大一个部分会是美军有航舰打击群从附近经过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大陆的军机为了要演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的这样一个空中的这个威慑，或者说是打击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样一个战术战法，它的这个战机会大举的由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进到我方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之后呢，穿越巴士海峡到达台湾东部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甚至于我们的东部外海，然后对美方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呢摆出架势之后呢，其实也不会做太多的这样一个战术动作。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在台海周边活动的共机跟共舰以及穿越巴士海峡进到台湾东南海域对美方摆出正式的这些共机跟共舰，基本上其实并不会进行太多太复杂的战术战法的这样一个模拟攻击的这样一个任务。为什么？双方都是以能力示人的味道。像比如说以美军来讲，之前也会派出这个 B-52轰炸机进到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然后到达一个点之后就折返。但是你从 B-52轰炸机它所携带的这个机载武器所能够打击的范围，你就知道美国派 B-52轰炸机到那个点之后呢，它所要打击的这个目标跟可能的这个任务特性是什么了。那同样的今天共机面对美军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台湾东南外海活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派出大量的军机，包含像轰6、歼16或歼16电战型。最主要也有歼10型的这个战机甚至于在得力于现在中国大陆的空中加油机也就是运油20的这样一个空中加油以及呢待命加油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到台湾东南的这个菲律宾海的时候，其实从监视的美方大概就可以从中国大陆派出机队的规模以及这些飞机的武器的这个性能去推测中国大陆可能对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所需要进行的这样一个科目，以及进行的可能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也会借由这样一个对岸的能力展示，去得知对方的可能企图。但是我刚刚讲到这些企图，基本上它都不会是进行实际的这样一个战术的这样一个展示，而是采取像走位或者说站位的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装备在这个点我放置到了。
你知道我在这里，你能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心里各有数啊。这个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那所以你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我们的 ADIZ 的这个图资跟过去的确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能够恢复到过去的这个航机图，而且清楚的告诉大家大陆的这个基建在台湾周边活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为大家比较容易把实际的威胁把它具象化，而且知道真正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是如何。对于中共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你的观察是什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